对移民者来说，在澳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如何获得澳洲的永居签证 PR。这个东西呢，甚至比外星人存不存在还令人觉得重要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盘点有哪一些令人觉得奇葩、神奇、不可思议、匪夷所思的都市传说，他们是如何 get PR 的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，Let's go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在澳洲很闲的约翰，感谢你今天点开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探讨如何拿到澳洲 PR。我个人的方式是技术移民，但我觉得这条路很难走，就是要考英文、凑工作经验，然后还有一堆哩哩扣扣的，就是过5关斩6将。那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个人偏好亚洲菜，这边 local 不是我的菜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他们，然后就只好闷头努力这样子。那我周遭有一些朋友啊，他们是结婚，这是最常见的，然后还有念书也不少，然后还有一些人是雇主担保，这也是一条路。然后再有钱一点的，现在已经关闭的那个通道就是投资移民，不过他现在已经关了，所以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这样子。那毕竟我来澳洲也蛮长的一段时间，超过10年了。这10年间呢，我听过很多各种哩哩扣扣的神奇的故事，其中呢最让人津津乐道、历久不衰、最经典的都市传说呢，就是 PR 河的故事。这个传说的版本众说纷纭，有人说主角是来澳洲打工度假的华人青年，也有人说是阿德莱德的大学学生，但结局都一样。在数十年前，有一位不幸的男士在河边遇到了4位极度热情的澳洲男子，就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，变成了阿德莱德传奇的人物。故事最终的结局是，澳洲的政府为了补偿他，希望这件事情不要登上媒体，于是给他了澳洲永久居留权。当然这件事情无法考证，而华人圈子里面却传得沸沸扬扬，而且也只有华人新闻有报道过，英语新闻却没有任何的字幕。所以呢，当你听到有人说 PR 河的时候呢，那么就是指的这里。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一点奇怪，如果这样子就可以得到 PR 的话，那有很多想努力，然后不想要考英文，也不想要凑工作成绩的那些人，他们就去找那条河，然后排队的等人来群去猜就好啦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市传说有那么一点奇怪，但这个都市传说其实很久了，应该是距离我来 Working Holiday， 所以至少是10几年以前的故事了。10几年的时候，其实移民还蛮容易的啦，因为那个时候只要雅思5分就可以申请了，所以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有一点可信度的这样子，我觉得。那第二个都市传说呢，是前几年发生的事情，在雪梨有一个叫 Bondi Westfield 的 shopping center。当时有一名名叫塔哈的巴基斯坦籍的保全。当时我想塔哈跟你我一样，他一定也是在想今天的晚餐要吃什么，下周的房租有没有着落呢？是不是再过半年就要再续签了呢？签证怎么办？这种问题的时候，意外来的通常都比月底的账单来得快。有一位手持30公分长刀的男子，神经病，突然间闯入了 Westfield 里面，大开杀戒，瞬间呢，购物中心就变成了地狱的副本，你懂吗？血淋淋的死了好多人。这时呢，我们的塔哈以及他的同事塔西非常勇敢，手无寸铁的就冲出去了，挡住了那一个神经病，救下了不少人。但是很不幸的，塔西殉职了，而我们的塔哈呢，正在医院里面身负重伤，躺在病床上。当他在养病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则新闻，当时法国发生了一件很类似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位也是神经病在路上冲着冲着，然后被一位路障男，他们称为法国勇士，然后用路障把那个神经病给拦了下来，然后也是救了不少人。然后法国总理那个时候是马克宏，就直接说我们送你一张 PR， 以表示感谢我们的法国勇士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巴基斯坦塔哈躺在病床上，心里就在想，为什么一样的事情他可以拿到 PR， 那我呢？
于是他就跑去跟媒体讲了这件事情。当时时任的澳洲总理是艾伯年，他看到了这则新闻之后，也对媒体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们送你一张 PR。”理由是他体现了澳新军团的精神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移民分数凑高不一定有用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你有没有勇气挡刀啊？但是这件事情也有一点奇怪，因为大家都知道 PR 这种东西啊，要经过层层的程序，其实并不一定是总理说了算，你还要通过移民局去审理才可以。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到底可不可行呢？如果你来了澳洲，你要获得 PR， 可能路上要多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或者是要适当的英雄救美，也许有机会有一天 PR 就是你的。第三个故事呢，也蛮经典的。这件事情大概也是10多年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一家报社工作，我们报社里面有位编辑，然后他是福清人。这位编辑他有一天就跟我讲，知道就是福建人啊，他们很喜欢到处移民，甚至网络上有人开玩笑说，他们就是只要跟妈祖拜个码头，然后把杯一下，妈祖说 OK 了，可以出发了，他们就可以划着小船出发这样子。总之呢，他的有一对朋友是福清人，这位福清人呢，他们在澳洲生了小孩之后，他们去咨询了律师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想留下来，但当时他们是黑民的身份。那澳洲传说中有一个条款，那个条款就是说，如果小孩在澳洲长到10岁的时候，由于人道的关系，你必须要送给他签证，然后让这个小孩去念书。等到这个小孩10岁，不对，是18岁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反过来，然后再担保他父母。但不过这条路走得有点久，就是本来是靠着爸妈移民，后来变成靠小孩移民。那这10岁到18岁这之间，这8年之间，小孩的爸妈是要靠什么签证活下去？黑民吗？应该也不可能吧。详细是怎么样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总之呢，有那位同事，他就说他有朋友是靠这样子留了下来，这也是另外一个奇妙的故事。因为后来过了几年，我一直陆陆续续，一直到现在2025了，我还有听到这一种方法，但究竟是不是真的，还是一个都市传说呢？我想黑民应该也不会这么张扬这样子。先说好，因为我不是移民中介，这一集呢没有任何人，然后任何机构付给我任何的费用，我只是一个吃瓜群众，跟大家分享我这几年听到的八卦这样子。如果呢你有更劲爆、更神奇的移民方式的话，请留言在底下跟我分享，让大数据知道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自言自语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还有留言，我会很感谢你。那么就先这样子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Welcome to Australia.